哥哥。哎呀，管文，你说你怎么就这么想不开呢？居然跑去万丽做招商。这个商场现在这么烂，有什么希望啊？哥哥，这日子不好过呀，还希望您能想着咱们这么多年交情，帮衬妹妹一下。我不是不记得当初你在 TL 帮助我们这些小牌子的情，实在是……哦，对了，哥哥，之前你让我帮您打招呼，那个云南那个商场后来开业了，现在生意还好吧？挺好的。啊，管文，之前 TL 在圈子里这么封杀你，其实我心里挺看不过去的。Peter 他们这些人做事情太不讲道理了。过去就让它过去吧，咱们还是看看未来。我知道现在万丽的情况确实是挺不理想的，但是哥哥，你是知道妹妹的能力的，我一定能做成。可是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向上头的老板开这个口啊！你知道你的前任给我画了一个多大的饼吗？说好的200万装修支持，1分钱没给我。现在生意这么差，不关店说不过去啊。我知道哥哥现在您特别为难，但是不管现在情况怎么样，当初开这家店是您的决定跟意思。亏了2年，马上要撤店了，这对于您的口碑跟业务能力其实都不好。其实妹妹有一个想法，不知道哥哥想不想听一听？你说说看。品牌投资家电的成本都不低，咱们万丽这家店，连货带装修，我猜应该不低于400万吧。这么一大笔钱您都投入进来了，我相信您上头的老板肯定不会指着咱们万丽200万的庄股来挣钱。咱们俩不如好好坐在一起盘一盘，怎么样能够提升业绩。如果您有什么需要我们万丽的，尽管提，我们万丽绝对是全力以赴支持，这才是解决的办法，您说是不是，哥哥？可是这样也说明您当初的决定跟眼光是没有错的。哥哥，我不是来要求您不撤店，我只是希望您能不能多给我几个月的时间，晚一点再撤，给我们大家证明彼此的一个机会。哥哥，拜托你了，帮帮妹妹，好不好？好吧，我就再给妹妹一个面子，就给你6个月的时间。没想到此一时彼一时，还挺有道理的。几个月不见，管总憔悴了，看来在万丽的日子挺辛苦的。雷天亚总说的真的没错，在万丽真的是挺辛苦的，所以还希望我们 TL 能多多支持。这个店可以先不要关吗？一天进10个客人，1个月的生意还不够给 TL 付电费的。当时你钱老板是受了什么好处，竟然答应在万丽开店？其实也不能这么说吧，我们万丽在地理位置和硬件方面还是很有优势的。硬件好的地方可多了去了，可是地理……好了好了，有句话叫什么来着？往事不究，对不对？婉文啊，你是从我们 TL 出去的，这儿就是你的娘家。我知道你刚去万丽也挺不容易的，有什么需要我 Peter 的，绝对毫不犹豫。这件事情真的是有心无力，只能让你白跑一趟了。哎呦 ，Peter 总，您看您这话说的，如果真的是有心的话，怎么会帮不上忙呢？没关系，你们有什么要求跟条件，尽管提，我可以尽全力跟公司去争取，一定不会让你们为难。免租，并保证我们的销量，另外补贴我们50%的庄股。什么？你这条件是不是有点太苛刻了呀？毕竟我们万丽也没有差到这种程度，而且 TL 和丽雅现在是集团合作，你们在恒天也有开店，你们拿自己跟恒天比，是不是有点太自不量力了？是你们求我们不要关店，怎么现在要跟我们讨价还价？如果你们做不了决定，那就不要聊了。我们是带着诚意来的。那你觉得我是在戏弄你啊？难道不是吗？你这种条件开出来就不是奔着谈成的目的去的呀。哎呦，
没想到万丽的招商脾气不小啊。那既然这样的话，我想你们也不需要多几个月的缓冲期了，下周就上围挡车店。哎，喂，你好，您是那个？喂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不接我电话？管腾飞？你是不是把我拉黑了？为什么我用我自己的电话给你打就是忙音，发信息也不回，我用别人电话一打，哎，你就回了？管腾飞，你现在已经学会撒谎了是吗？跟你说了，踏踏实实找个工作，你不要老想那些创业不切实际的事儿。我都跟你说了，我们什么都搞定了，就差这点启动资金了。我可不是烦你啊，是因为咱们俩是亲兄妹，我才把这个机会给你的。这样，等我们上市以后，完成第一轮融资，我们再五五分成，可以了吗？我马上回公司，我没有时间跟你说了，但是我警告你，如果今后你再骗我，我就登报跟你断绝关系。喂，哎呀，这是不是你亲生妹妹啊？居然连50万都不肯借你，啥玩意儿？那咱们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有啊，抢银行去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就这种违法的事情，咱们绝对不能做。是。啊，行，你去啊，要你去你去。不，开玩笑的啊。我觉得啊，我们再一起好好想想办法。OK，兄弟，我相信你，一定能行。我们复盘一下今天的面谈，看一下后续的工作该怎么做。老大他们太过分了，那个陈茉莉那分明就是为难我们嘛。陈茉莉是什么德行，我不知道吗？我今天没有指望能谈下来，只是去探探底。但是他们的态度也太嚣张了，完全不尊重人。受不了委屈啊？来上班干嘛呀？回家养着啊！我告诉你们，我们今天代表的是万丽，请收起你们那高贵的自尊心。如果今天我们代表的是恒天，他们能对我们这么随意轻慢吗？就是因为我们万里不够好，所以我们的姿态能有多高，取决于将来我们能把万丽带到什么高度。你们两个收起这些没有必要的面子跟尊严，知道吗？好的。想一下，之前我们能给到 TL 最大的优惠是什么？重新出一版方案出来。好的。好。老大，你的意思是 TL 会接受我们最初的条件啊？这怎么可能啊，老大？就这么放弃了，就再无可能了。还愣着干嘛？哦。怎么还不回去啊？加班啊？是招生遇到麻烦了吧？没有啊。没有，那我怎么听说 TL 想提前撤店？凡事开头难嘛，我早就有心理准备了。怎么是做惯了品牌，不适应到处伏低做小的当商场招商啊？其实你没必要为难自己啊。还是那句话，做不来的话，你大可以走人的。丁总，我觉得是您想多了。我觉得我做的挺适应的，更何况凡事总得有点耐心嘛。你这心急的毛病怎么这么多年都没有改啊？行吧，那你慢慢来，但只有6个月时间，别到时候赔了夫人又折兵。
谢你啊。我不是说了吗？今天晚上不用等我。采访结束了，你干嘛把自己搞得惨兮兮的？我站了2个小时的高铁回来的。若文，你什么时候能让自己喘口气啊？你知道停下来的兔子是什么下场吗？被乌龟超越，被老虎吃掉，然后血溅当场。好了，你肯定没吃晚餐吧？我给你打包了吃的，你慢点吃，憋着。来，谢谢。来，好了。丁宁，对不起啊，我本来答应今天给你过生日的，礼物我都准备好了。你下次要是再因为什么事情抛弃你男朋友，你可能就没有男朋友了。我保证，下不为例。好啦，天也不早了，早点回宿舍休息吧。不要，再抱一会儿。好，那再抱一会儿。丁总还有什么事吩咐吗？想不出办法，赶紧回家，别浪费公司电。丁总，有件事恐怕只有您能办得到。院长啊，帮我打听一下恒天新来的那个招商总今天晚上会在哪儿？哎呦，丁总难得找我帮忙啊。不过话说，你找那老滑头做什么呀？我听说他说话藏3句，不太好打交道。有个招商上面棘手的事儿，必须得他出面才行。招商？稀奇啊，丁宁啊，你什么时候开始连香絮帮你们家那女字头了？你不是一心想赶人家走吗？你是不是？你到底问不问？问，马上去啊！等我一下。我听说恒天新来的招商总跟您是一起从集团出来的，能不能帮我跟他打个招呼，截住 TL 在恒天开店的合同？你既然已经打听过了，为什么自己不去找他呀？而且，我凭什么帮你啊？因为我们虽然关系不好，但是目标是一致的。您不只是帮我，是帮万丽，也是帮您自己。您是万丽的总经理，星光上任火还没烧起来呢，如果被 TL 这样浇灭了，将来提出去，咱们万丽的脸往哪搁？可你应该知道，丽亚集团下面的商场向来是各自为政，你又凭什么觉得恒天会帮万丽呢？因为当初 TL 进恒天的合约是我拟的，里面有那么几处，恒天还是有继续谈判的余地。其实我就是想让恒天再帮我磨合同，给我多争取些时间。你让我考虑一下。太好了，丁总，那这件事情交给你了，我可以下班了。此前答应给庄股，但是没有收到钱的租户一共是22家，之前闹得最凶的10家，经过沟通和安抚，现在全部答应暂时不关店了。不错呀，管总一上任就有成绩。你所谓的安抚在财务上的支出是多少？全部费用500万。丁总，您应该记得吧？这笔钱全部是您许给艾总的。除了这笔钱之外，其他的租户的装补，我1分钱都没答应。我记得，不客气。丁总，你说什么？你们招商部不是没有安抚好艾总吗？这不怪你们，毕竟经验不足嘛。是我出面打了圆场，才让我们万丽避免出现负面新闻。那我应该谢谢你了，丁总。我都说了不客气了。还有，对于下一步的招商方向有什么具体的方案吗？
综合考虑万丽现在的情况，我觉得我们现在可以从这几个方面。你觉得你代表的是哪一部分消费群体啊？是35岁的中年人？丁总，我的话还没有说完。我觉得我们可以从这几个方面的定位出发，这一结论是来自于18到55岁的消费群体的征询结果。下面我们看一下具体数据的分析。这个管文到底是做了多少报告和方案？时尚潮流设计趣味是当下年轻人最喜欢也会最感兴趣的几个要素。基于我们万丽的体量，我们没有办法做到大而全，但是我们可以力争往小而精的方向去努力。这还没打仗呢，怎么自己就认输了呢？我的希望是万丽可以媲美恒天，恒天有的品牌，万丽也要都有。丁总说的有道理，我小的时候也想做超人，也想去拯救黎民百姓，但是后来我发现，我不会飞，我也没有超能力。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说，恒天的可租赁面积有10万方，但是万丽只有不到3万方。既然恒天有更多的面积来容纳品牌和货品，为什么客人还要舍近求远来我们这里消费？难道我们万丽给他们发钱吗？所以我们要做的是不同，拥有不一样的品牌，发售限量版的独家产品，不是与恒天趋同，而是求异，就让客人们觉得这个东西只有在我们万丽才能买到的时候，我们才有一线的生机。说说你的计划。3个月之内完成第1轮的招商提档。说的很有气势，希望你的落地方案能匹配你的雄心壮志。丁总，其实我们这些中年人做起事儿来，还是挺努力的。哎，从来没有人敢这么当众对丁总。我听说他这个人不记仇。等一下，谢谢。你不是说那个丁宁挺厉害的吗？在集团，怎么会在会上被老大噎的话都说不出来？可能一物降一物呗。哎，我听说丁宁从来没有交过女朋友，你说他会不会？他配不上我们老大。哎，不是，我不是说这个，我是想问他会不会是个独身主义啊？你疯了吧？他只是没有固定的女朋友，你都不知道他异性缘有多好。过去在集团的时候，那是出了名的花心大萝卜，听说同时出6个。6个这么厉害？6个？哎，我门卡呢？明明记得放口袋里的。你每次都丢三落四，我还拿找找。帮我转行政部。丁总，没有必要这么小气吧？请你把手放开。以后让送易拉宝的工人做货梯，那么大体积的东西在客梯里边，影响承提人的感受。3个月之内完成第1轮招商提档，这是你自己说的。不吃，热量太高了。这人在受挫之后要吃点甜的，让自己开心一下。你小子是在万丽插了多少面彩旗啊？你这么八卦，直接来上班呗你？我可是第一次听说你在会上被怼得体无完肤啊！怎么了？忘记带攻击力来上班了？啊？什么时候见你对别人这么手下留情过？被讲成这样都不知道还过嘴。我不是吵架狂魔，我见人就怼啊！你少来，明明是你怜香惜玉，还不承认？别胡说八道！你当我看不出来啊？你在会上那些发难，跟集团里那些老家伙们的反应一模一样。
你这是在帮他提前做演练，对不对？你想太多了，我就问了我该问的。他连我这一关都过不了的话，怎么能说服董事会那些人？哎呦，好专业哦，丁总，我好崇拜你哦。你能不这么恶心吗你？服务员点菜。你好。一份波士顿龙虾，2份松茸汤，和牛刺身，4份小青龙。你饿了3天是吗？那我不管，反正你买单，吃不了我打包。你在他那儿炸了雷，凭什么让我买单？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。谢谢。怎么没出去跑招商啊？丁总这是来查岗。什么呀？通过各种渠道搜集的品牌在各地门店的销售平效和增幅。既然有了商场未来的定位，你现在不是应该带着自己的团队去跑有初步意向的品牌吗？丁总应该是习惯了兜里揣着资金去做投资，所以您走到哪儿呢，项目都会跟您陪销。您根本不知道我们这些招商的苦。现在的万利根本没有什么资本让我们拿到那些好的品牌。那在办公室里边做数学题就可以啊。你要知道自己跟别人的差距，才好发力。所以未来的1个月，万利需要更大的蜕变跟进步，我们才有底气去招商。是想到什么办法了？总要一试。先跟运营、跟营销，把商场炒热。怎么啦？唉声叹气的。还能怎么了？莫名其妙让我们招商去帮营销部和运营部干活，人家还不领我们的好。这品牌的生意上来了，也不算我们的 KPI。皇帝不急太监急。谁是太监？老大。老大。就现在万里的情况，我们出去谈招商，人家会给我们好脸色看吗？提升业绩不单是为了营销跟运营部，更是为了我们自己。这个道理你都不懂？这本来就是他们的活。在同一艘下沉的船上，分你的我的有意思吗？老大说的对。聊完天赶紧回去，跟营销部、运营部开会，快点。好的。好。新来的投资部总监很会做人，昨天托人送来了2盒正山小种，说是请您品鉴一下。好茶。您提议合肥那块地的收购计划会在下一次的董事会上提报，我摸了下底，问题不大。那个小事他走了，的确事半功倍。万利最近遇到了些麻烦，前2天丁宁去找了恒天的招商总打了招呼，拦住了 TL 的关店。你去敲打一下恒天那个新来的，没事别去趟别人的浑身。丁宁一直是个硬骨头，也知道恒天很少插手万利的事儿。这次怎么会去找他们帮忙？我听说是万利新聘的招商总监出的主意。万利招了新人了，而且这个人您可能有印象，就是 TL 的前任 BD 副总监管文。我知道她是个很有想法的女人。他怎么会去万利啊？他跟钱老板跟同事好像有些不对付，说要在品牌圈封杀他，他就去了万利。按照他的能力，
对于丁宁来说，简直就是天降神兵。一帮蠢人。